疼。现在知晓疼了。既然怕疼，还敢挡在皇后前面？我若不挡在前面，皇后岂不是受伤了？那文秀君也真够嚣张跋扈的，亏皇后还肯忍他。你放心吧，即便你不挡在皇后前面，那烛台也砸不到皇后。文修君是蠢，但那毕竟是在长秋宫，他自会收敛锋芒。你如果不挡着，他自然会泄了力道，换一个方向。你是在笑我蠢？随便吧，你要笑便笑吧。我入宫不久，怎知你们这些权贵之人心中的弯弯绕？少商，以后你别再轻易插手不该你插手之事。此话何意？文修君是前安王之女，皇后地位显贵，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二人争执需要你来保护呢？那你为何又觉得皇后不需要我来保护呢？没错，皇后在你们眼中尊贵无上，可今日她被文秀君羞辱之时，你与圣上在何处？你为何会觉得自身强大之人就不需要保护呢？那你呢？少商，自身强大如你，为何就不需要我的保护了？曲灵侯府到。下车吧。陈少商，15岁时，我曾见过昆仑云海，漂浮在天际与山巅之间，至真至纯，沁透人心，就如同在滑线时，你望向我的眼神。我喜欢你与我说话时无拘无束的模样，总能令我快乐。我还喜欢你不畏惧权势，不畏惧艰难。你要记住，是你先招惹我的。我这人不轻易交付真心，但一旦交付了，便不会再回头。但如果你不能同样的交付真心于我，我宁愿将此心收回。多亏舅父贡献家计，那个文修君果真是个只知补贴弟弟的蠢货。咱们不过略撒些饵料，他就轻易上钩去铸币了。我已经买通了他的经手人，到时候这些伪币会以低价到你我手中，届时你便可以在封地使用它。这样一来，你手头也就能宽裕点了。可私自铸币造钱，同谋反之罪，舅父不怕？哎，如果这件事情追究起来，有矿山的是寿春，铸币的是小钱安王，
这不服不忿的是文修君，咱们最多也就是误用伪币而已。还是舅父想的周到。来，不过你也得警醒一些。你母妃和你三兄的为人，你也是知道的。特别是你母妃，最不喜欢旁人弄些弯弯绕绕给她添啰嗦。可恰恰你又是一个爱显摆的。我可告诉你，如果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露出了马脚，而遭到陛下的处罚，那将会给岳氏带来巨大的麻烦。舅父只管放心好了。若非长秋宫那位抠抠缩缩，非要宫中节省用度，我何至于铤而走险，到处想法子挣钱吗？哎，还是谨慎些好。来人，上酒。二位贵客，此乃小店新酿的美酒，名曰花开富贵，二位可要尝尝？田掌柜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花开富贵，好名字，来，我尝尝。以后咱们岳氏可不就是要富贵了？富贵又如何？那凌不疑还不是有眼无珠，看不上我，偏偏千挑万选，选出个无理的女娘。二子总劝我息事宁人，可每每见她，我心底火便压不住，别被我撞到她落单，否则我定要让她明白，在天家生存有多难。女公子，你为何看起来没精打采的？女公子莫非是思念林将军，日难寝夜难安啦？你胡说，我思念他做什么？那你为何一直在门口等着？再说了，林将军说今天不来接了，你为何迟迟不上马车？我是在等阿母。之前进宫之时，他都会来嘱咐个7、80句，如今也不管我了。那不是从前吗？如今你君说有皇后教导你公子，他可从此安省些了。没人管的感觉真好，真好。三公主，那不是程娘子吗？天都不忍负我，让她撞到我手中了。站住！大胆！深宫之中，见三公主先不予行礼。三公主，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吗？就随意起身。这些时日，你与母后学习宫中规矩。母后可曾教过你，在宫中，贵人若未命你起，你便不能起。还不跪下！在宫中对公主皇子不恭不敬，罔顾礼节规矩，该当何罪啊？该当死罪。那便拉下去杖责好了。三公主，我与三公主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？你我是无仇怨，但我最讨厌无自知之明之辈。谁能想到，
11郎挑来选去，竟看中你这般货色。你既闯入皇庭，享了不该享的福气，就该承受是贪心之人当受的罪。来人，拉下去，给我掌嘴，打到林不疑心疼为止。等等，三公主既知道我未来郎婿是林不疑，我阿父是曲灵侯，我是奉皇后之命来长秋宫聆讯，你百般刁难不说，如今还要随意对我动心，当真是不把圣上皇后放在眼中吗？你牙尖嘴利得很呐，可惜今日长秋宫的人都不在，可没人护得住。身子不地，手放平，这才是与三公主回话的仪态。看什么？来人，掌嘴！看什么？接着来啊！住手！楚妃可是要拦着我教训这不守规矩的臣女吗？程娘子入宫，行动规矩说好有母后亲教。三公主责罚少商不守规矩，可是说母后没讲好，要当众责罚母后吗？楚妃言重了。母后方才还询问我，一会儿就是午宴了，怎么还未曾见程娘子入宫服侍？我总不能回答母后，是三妹觉得母后教导不正，要亲自教授规矩，所以耽误了时辰吧。楚妃何必急了？我不过是与程娘子开个玩笑罢了。既是母后需要程娘子去服侍，那还是赶紧去吧。我们在午宴时，大可再慢慢聊。亏得没伤到筋骨。你放心，此事若告知母后和子胜，定会替你做主。皇后要操持宫内外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不想麻烦她，我也不想事事都靠林不疑。终究宫里的日子是我自己过。你呀，就是太好强了。三公主仰仗自己是最受圣上宠爱的岳妃所生，上头又有三皇子那般能干的亲兄，向来不将我长秋宫中人放在眼中。更何况，三公主自小在小岳侯身边教养，便越发嚣张跋扈些。三公主也爱慕林将军。小的时候，她可瞧不上身子瘦弱的子申。后来子申逐渐强壮了，功成名就后，她倒惦记上了。说到底，未必多心爱子申，无非是贪恋颜色与权势罢了。我这手啊，原本也不该跟着我进宫的，他也是贪恋权势不肯出宫，这不，都上了2回了。难怪子申喜欢你，你说话果然比旁人有趣多了。林将军的喜欢我可担不起，我也是为了他才进了宫里，惹了这么多麻烦事。子申刚入宫时也不招人尊待，遇到的麻烦事甚至比你还多些呢。我记得有一次他被人推至河中，险些丧命，幸亏后来太子把他救上来。你可知子申那时最喜做什么？他最喜拉着仆从宫女陪自己一桌吃饭。子申自小就未曾与家人好好坐下来吃过一顿团圆饭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每年上元灯会他都会去，就那么孑然一人站在灯火阑珊处，俯视世间月团圆，人团圆。
文秀君那日的所作所为，我也听闻了。王纯将军特托我来向您与心腹致歉。子生啊，你与王纯将军都是吾的左膀右臂，千万莫因妇人生了嫌隙。臣并非因为私人恩怨针对车骑将军，只是因为他能力不足，实在不堪重用。殿下身为储君，当事事以国事为重，不可任人唯亲。还有那楚妃表兄孙生，他武艺不精也就罢了，还整日吃喝玩乐，饮酒误事，这样的人，怎能让其安坐东宫侍卫首领之位呢？殿下还是尽早考虑合适人选为好。可能毕竟都是吾母族七族的人，不过是份闲差罢了。今日是霍将军的忌辰，中午长秋宫设宴，你我兄弟二人好久未曾一同用膳，不如不必了。臣还有要事未曾处理，恕臣失陪。哎，可是楚妃留到你的心腹在东宫说话，你不等她一起走吗？今日霍将军继承，我与你一同回长秋宫。开席前，咱们还能再说说话。去备马车。是。我还要协助姬童阿紫操持，就不放心。你是怕又见着三公主？子申也会一起去的，他一定会护你周全的。宫中人心叵测。他一路走来多不易，必不愿你受苦。太子妃，殿下父母令奴婢来问，东宫给进京述职大臣及家眷的礼物可备好了？早已准备妥当。命殿下父母按往常惯例送去便是了。是。慢着。我与梁夫人乃闺中旧识，再添上这支珠钗，以表心意吧。可这珠钗是使臣进贡给殿下的，既是殿下之物，赏赐给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最为合适。是。看起来，这做皇家心腹也是万分不易之事。其实我知道。宫中乃是非之地，我最好置身事外。但如今，我必须要趟这浑水了，因为我要做他心腹，便就要知晓他是怎样的人。这里是他成长之地，我想亲自走他曾经走过的路。你这心腹倒是个敢说的小女苗。太子殿下，殿下与子申也在，刚好了，今日家宴。咱们可一同前去。殿下，臣方才想起，还有几件要事未与少商交代，先行一步了。怎么又受伤了？你不是要收回真心了吗？怎么又来找我了？是你出现在东宫，被我碰见，并非我主动来找你。好，那我便不出现在林将军面前了。是谁伤的你？小伤而已，不碍事的。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就自己去查。少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要记住，以后少去东宫，离楚妃也远一些。为何？楚妃没架子，
在森严的皇宫里，也只有待在东宫不受人欺辱。你不过才进宫几日，如何能分辨谁人权没架子，谁人权是傍身呢？我虽出身在武将之家，可我的心是肉长的。除非出身贫寒，和我一样，也不被公主皇子所喜欢。宫中事务，并非你想的这般简单。人心善恶，也绝非一眼能辨。若没有利益纠葛，自然人人慈眉善目；但若牵扯到权势，那就身不由己了。东宫乃是非之地，我不希望你卷入其中。太子妃还说你当年落水还是太子救的你，你怎能一心就想着自己？宴会塔之事你忘了吗？此事牵扯极广，若不想被卷入深宫事务，你还是远离些。林子善，你总让我自己当你是你的心腹，可我如何能够就此远离？我为了你，在学着适应宫廷，因为我知道，你所面对的一切，我之后也会面对。所以，这宫中你所有的曾经，我都会一点一点的去了解。我要知道，我未来郎婿究竟是个怎样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我？不是，我是为了我自己吧。好，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。我会保护你。还曾见过母妃。我特寻都城中最好首饰匠打造的，这只牡丹国色天香，最衬母妃容貌了。我呀，最后悔当初为了追随圣上，把你交给你三舅母照管，把你养得如同山野财主一般，就喜欢这些俗不可耐的首饰。你要是有你二子和三兄一半的懂事便好。你前些日子不还在怨皇后为了节约开支，令你公主府揭不开锅吗？怎么这会儿便富裕了？难道是你宣氏驸马贪墨了？母妃可别调侃我，我不过是与人同道做些小生意，挣些小小银钱罢了，连宣家驸马也不知道的。就你捡枣不识数的，你还懂得做生意了？都城中酒楼，我凑了些份子，日后经营好分红利。母妃，我如今已经嫁出去了，在宫外有些自己产业，也不为过吧？我不管你所言真假，但我要提醒你一句：莫为了些俗物，损我岳氏颜面。还有，以后进宫，别打扮成这样，好好的一只凤凰，非把自己捯饬成一只野鸡。若是你公主府有钱没处花，倒不如购得大些的铜镜照照自身，
天天打扮成山猫走兽，出去惹人笑话。母妃，你又贬斥我。三舅母今晚邀我做客，说会介绍些旧事给我，我总不能穿得太寒酸，落了皇家颜面吧？瞧你那点出息，身为公主，何须在群商户面前显摆穿戴？皇家威仪才是你此生最好的颜面。母妃可别骂了，如今宫中处处削减用度，我过得还不如商户夫人们呢。我与这些夫人们来往，还不是因为长秋宫那位怂恿的父皇口口诉诉。我劝你说话谨慎些。圣上与皇后如此，那是为了给天下做表率。凭你个俗不可耐之人，也有资格嘲讽？行了，今日是霍将军继承，中午长秋宫设午宴，下午你父皇亲临祭典。你也去奉仙殿上磕头吧。是。站住！你就穿这身衣裳过去？怪就怪我生你二子时给他多生了个脑子，轮到生你时，这脑子便不够使了。你穿这身衣裳去祭奠，莫不是要连累我们岳氏全族跟你一块儿死？来人呐！拿身素色的衣裳给三公主换上。是。哎呀，数日不见程娘子，倒是容貌愈盛了啊！承蒙五皇子夸奖，多日不见，书读得可明白些了？反正父皇想不起来我，随便读的好坏。本牛一无是处，书也读不明白，这岂不跟我一样？待到日后，圣上提醒你，更没有值得一提的了。我乐意。子珊，圣上其实是个好夫君，若当年没有醉酒之后宠幸了徐美人，带下这五皇子，那便就更好了。即便是圣上也会犯错，重在补偿。自那时以后，圣上身边只有一后一妃，以及曹长氏而已了。少商继为11郎心腹，以后就是自家人了。你们来与我们一道敬酒吧。不必了，每逢今日，朕都无心饮酒。你们先行用膳吧，待朕再缓缓心境。少商妹妹，我与妹妹一见如故，日后一定要与子生来我们府里相坐。是啊，以后就是自家人了，要多走动走动。哼，三皇叔，你笑什么？
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事情。子胜刚刚进宫的时候，谁待见过他？如今倒好，一个个全来示好了。子胜自小是养在母后宫中，不待见他的自然不会是母后所出的几位皇兄皇子，定是母妃宫中的。小五又说胡话，都是一起长大的。子胜与我们手足无甚分别，何来母后宫的、母妃宫的？尔等能做父皇的儿女，历经这太平盛世，已是天大的福分，当不分彼此。盛世，朕尚不可自夸，但是这个天下的确是在朕的手里太平起来的。此事，霍兄功高至伟。这都是霍将军舍命鏖战换来的，亦是父皇焚高祭鬼、宵衣干事换来的。二子与我虽是一母所出，但妹妹我可不如二子会说话，难怪父皇对你多有宠爱。陛下，汝阳王妃来了。宣，是。宣，汝阳王妃。叔母，来人呐，开。今日霍侯继承，老身知陛下定设家宴，故不请自来。这是子胜心腹吧？老身倒要问问你，是如何将我家玉昌逼到三才观清修的？我与少商的亲事，是陛下亲自下旨，双亲同意。老王妃现在说这些，又是何意？双亲同意？哼！程氏，你为何不去拜见城阳侯夫人？家父家母已经结婚了，少商不必去拜见淳于氏。淳于氏是他未来的君姑。未来君姑？你是当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吗？今日是我舅父的忌辰，老王妃慎言。老身说错话了吗？长辈终究是长辈，程氏为何不去拜见？少商还未拜见过我阿母，为何要去拜见淳于氏？他配吗？你舍弃我家玉昌，处处袒护程氏。岳飞至。叔母，这是我的位置，还请叔母让一让。你不是不来吗？平时也不参加家宴的。我想念叔母了，听说叔母来了，我就想着叔母身边应该有一个能说提起话的人，这不就急急地赶过来了。来人呐！给汝阳王妃赐座。
我到底是你的长辈。若真要论长辈，叔母更是陛下的长辈，不如坐到陛下的座位上如何？我迟到片刻，你没又惹事儿吧？你若再惹事儿，我定让陛下收回你所有的食邑和奴婢。我看你无钱无权，日后如何趾高气扬？母妃，三妹也知错了。少啰嗦！你若再护着她，回头我就向女娲娘娘祝祷，让你也生一个如你三妹这般蠢笨的女娘。母妃教训的甚是，之前三妹犯错，父皇已罚过几次了，母妃就别责怪她了。我奉劝楚妃，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田，等日后真当了皇后，母仪天下时，再来教我如何行事也不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定会走得早些，不让你费这个累。哭什么哭？母妃此言折煞儿臣了。哭什么哭？接上。岳恒，你的嘴也太厉害了吧！你看你把孩儿们吓成怎样？皇家子女该有的气派还是要有的，不要把孩儿们管束得如此木讷。皇家子女，那更是陛下的儿女。为父母，生他们，养他们，不求他们体贴孝顺，只求他们不要行径浪荡，坏了父母的颜面。叔母，为父母的这点要求，算是高了吗？哦，也是。你家孙女，就从不顾及父母的颜面，成日又哭又闹的恨嫁。如今都把自己折腾到三才观去了。你便是11郎的心腹吗？头抬起来。怎么这般小家子气？是吃不饱吗？母妃好眼光，这程娘子啊！小五，你怎么还是这副鬼样子？你那眼底乌漆墨黑的，是昨夜又和你那些幕僚彻夜长谈了吗？就你这副样子，怎么嫁进我们岳氏？怕是婚姻时的团扇都遮不住你吧？日后夜里还是多独处些，养养生，懂吗？不说告退就自行走了，果然是没规矩教育。罢了，成亲前还是让他多自在几日吧。我这人就是这样，心肠太软，素来又爱纵容孩儿。你怎能如此刻薄？教育子女而已，叔母为何要这般说我？是，叔母一直都不怎么喜欢我，只喜欢陛下。也不全是，陛下幼时，叔母也是不喜的。后来，陛下年少能干，渐渐镇下家财名望，叔母才开始疼爱圣上。后来，陛下登基称帝，叔母对陛下的疼爱，那更是无以复加了。岳恒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是挑拨我和陛下的亲情吗？驸马公主们，并非拿你们当外人，要说长辈故事了。你们果真要接着往下听吗？有什么话你就说。当年长公主身怀6甲，虚弱难当，
叔母不肯借钱买肉买补养，冰天雪地，陛下只能只身入山行猎，只盼能猎获些皮毛肉食给长子。待陛下被霍冲兄长追回时，已冻得浑身青紫。后来是霍冲兄长出钱出人，养好了长公主的身孕和陛下的伤寒。只可惜，好人不长命。我哪儿舍不得借钱了？当年你叔父几个数月未归，我不得留下点积蓄吗？再说了，老身也不知道陛下要进山呀。子慎，你舅父死得早，你们霍氏全族就剩下你这一点血脉了。我和陛下都盼着你能早日成亲生子，好为你舅父全族供奉点香火，免得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无人祭拜，成了孤魂野鬼。至于有人要挑剔你心腹，那都是放屁。是。